明明电视里新闻里天天都在说资本市场很重要，可一看到那些铁线图，听到什么牛市熊市，就感觉像在听天书，或者杀到美联储加息股市波动的新闻，心里总想着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却苦于找不到一个能真正看懂的答案。那约翰·戈登写的这本《伟大的博弈》就是帮你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最好钥匙。他可没给你讲半句枯燥的金融理论，而是用活生生的350年故事，把资本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给你彻彻底底的讲明白了。这本书的时间线拉得特别清楚，从1653年说起。那时候的纽约还叫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为了防着英国人建了道木墙，而那道墙旁边的小街就是华尔街最初的样子。一直降到2011年，这条曾经的小街已经成了能影响全球经济的庞大金融帝国。你会发现它不是生下来就这么厉害的，它一开始就是的充满投机的小窝点，荷兰人打完郁金香泡沫的那套把戏，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当地人甚至靠着囤积贝壳串珠，它就是当时的货币。后来美国建国，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为了国家未来的发展吵得面红耳赤，一个力主靠华尔街建立美国的金融体系，一个却痛骂华尔街是人心堕落的大阴沟。这场争论其实就是美国金融史的真正起点。为什么说这本书对我们特别有用呢？因为它讲的不是那些遥远的跟我们没关系的故事，而是我们当下金融市场的前世今生。比如我们现在老说的投机泡沫，17世纪荷兰人炒郁金香是这样，就连2008年次贷危机前的那疯狂炒房，本质上也是一回事。再比如政府到底该不该管市场，1907年恐慌的时候，摩根老爷子一个人就救了市。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赶紧出了证券法。2008年各国又联手救市。这些事里藏着的逻辑，到了今天还在反复上演。而且读这本书能帮咱们建立一种金融思维，你会渐渐明白，资本这东西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能帮我们把铁路修起来，帮那些伟大的科技公司一步步长大，推动着整个经济往前走。但如果没人给它定规矩，就会让市场彻底失控，最后大家谁都占不到便宜。这种思维，不管你是想学点理财知识，还是单纯想看懂我们身边的世界经济，都会觉得特别有用。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还藏着华尔街野蛮生长的秘密。它到底是怎么从一条不起眼的小街变成美国经济的强大发动机，又是怎么一步步超越老牌的伦敦，坐上世界金融中心的宝座。你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现在的发展，比如 B 股科创板，就能明白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到底该学习什么，又该警惕什么。接下来咱们就顺着这本书的脉络，从华尔街最初的起点聊起，看看荷兰人骨子里的商业基因是怎么在这里埋下第一颗种子，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那场著名的博弈又是怎么给华尔街定下了基调，一步步揭开这个金融帝国的成长密码。既然伟大的博弈把华尔街350年的故事讲得这么透彻，那咱们就先从它的源头说起吧。这条后来搅动全球金融风云的街道，其实只是一道荷兰人用来防御英国人的幕墙。那会儿的纽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地，为了抵御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的进攻，荷兰人就在现在曼哈顿的南端，沿着东河到哈德逊河之间修了一道3米多高的幕墙，最终没能挡住后来英国人的占领。1664年英国人就接管了这里，但它改名为纽约，但墙旁边那条宽不过几米的小路却意外成了后来的华尔街，英文叫 Wall Street， 直译过来就是墙街。不过真正给华尔街埋下金融种子的可不是这道墙，而是荷兰人骨子里流淌的商业基因。
咱们都知道，荷兰人简直是近代商业的鼻祖，他们搞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还创立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甚至连震惊欧洲的郁金香泡沫，这群敢闯敢投机、特别会赚钱的荷兰移民，就把这套商业玩法原封不动地带到了新阿姆斯特丹，华尔街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金融投机。主角叫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是个从荷兰来的商人。那时候的北美殖民地根本没有统一的货币，大家交易靠的是贝壳串珠，就是那种把贝壳打磨成珠子的东西，还被官方定为法定货币。菲利普斯这人聪明，他发现贝壳串珠的供应很不稳定，而且很多印第安部落能大量制作，他悄悄跑到印第安部落，用廉价的布料工具这些商品，等市场上贝壳串珠变少，价格开始暴涨的时候，他再高价卖出去，一下子就赚得盆满钵满。你可别觉得这是什么小聪明，这其实就是早期资本市场最原始的投机逻辑，低买高卖，运用信息差和供需关系来赚钱。而这种投机基因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刻在了华尔街的骨子里，后来出现的铁路股炒作、黄金操纵，本质上跟菲利普斯囤积贝壳串珠真没什么两样。不过华尔街真正从小街走向资本市场，最关键的还得看美国建国后的一场灵魂之争，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博弈。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刚刚成立，汉密尔顿成了财政部长，杰斐逊则担任国务卿。这两个人对资本和华尔街的看法简直是天差地别。汉密尔顿是个务实的金融家，他刚上任就发现美国刚刚打完独立战争，欠了一屁股债，联邦政府欠各州的钱，欠士兵的抚恤金，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更要命的是，各州自己也一堆债务，货币也不统一，整个国家的经济一团糟。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第一，联邦政府把所有州的债务都接过来，统一发行联邦国债；第二，成立美国第一银行，这相当于就是他们的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货币；第三，让华尔街成为国债交易的主要场所，吸引投资者来买国债，这样才能帮美国稳住经济。它的逻辑很简单，国家要发展就得有信用，发行国债就是让老百姓和投资者相信美国政府能还钱，有了信用才能筹到钱搞建设。而华尔街作为一个交易场所，投资者想买就能买，想卖就能卖，这样才有人愿意打钱投进来。但杰斐逊却坚决反对，他是个理想主义的农业派，认为美国就应该是的农业国，老百姓安安稳稳种地才是根本。他觉得汉密尔顿的方案根本就是在养肥那些投机者，那些手里有旧国债的人，比如商人、军官，会靠国债交易赚差价，而农民根本捞不到任何好处。更要命的是，他极度厌恶投机，觉得华尔街最终会变成人性堕落的大阴沟，让美国变得贪婪、浮躁，甚至到了互相攻击的地步。杰斐逊骂汉密尔顿想把美国变成英国那样的君主制国家，汉密尔顿反驳杰斐逊根本不懂经济。这场争论其实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更是美国究竟要走农业路还是工业路，要不要发展资本市场的关键选择。最终汉密尔顿赢了。1790年，国会通过了他的债务方案，联邦国债开始发行。1791年，美国第一银行也成功成立，而华尔街呢，果然成了国债交易的主战场。一开始，人们只是在街边的咖啡馆、大树下交易，后来聚集的经纪人越来越多，交易量也越来越大。你看，这就是华尔街第一次有了正儿八经的生意，它从之前的投机小打小闹变成了为国家经济服务的融资平台。不过说到华尔街的组织化，就不得不提1792年那场著名的梧桐树协议。
很多人以为这是华尔街正义的起点，但其实真相没那么光鲜。当时华尔街的经纪人分两波，他们在交易所里交易，佣金高但客户靠谱；另一波是野路子，他们在街边交易，佣金低，甚至还搞欺诈。正规军觉得野路子抢了他们的生意，于是81个经纪人悄悄跑到华尔街68号门口的梧桐树下签了的协议，约定以后他们之间做交易，佣金不能低于 0.25%， 而且不跟那些野路子玩。你看，这本质上就是经纪人们搞了的卡特尔，也就是所谓的垄断组织，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协议把分散的经纪人集中起来，制定了统一的交易规则，让华尔街从混乱的路边交易。后来这个小团体不断扩大，最终就成了现在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所以说，梧桐树协议虽然不是什么正义的开始，却是华尔街资本市场雏形的真正起点。到了1807年，华尔街已经不再是那条只有屋墙的小街了，它有了国债交易这个核心业务，有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它聚集了一群懂规则会交易的经纪人。但你可别忘了，这时候的华尔街骨子里依然带着野蛮生长的底色，没有监管，投机成风，经纪人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接下来随着美国经济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运河和铁路的兴起，华尔街将迎来更大的机遇，也会遇到更疯狂的投机和更严重的危机。咱们下一部分就来讲讲伊利运河是怎么点燃华尔街的第一次牛市，铁路时代又怎么把华尔街变成了投机的温床，以及1857年那场恐慌又给华尔街带来了怎样的教训。1807年的华尔街已经有了资本市场的雏形，但骨子里还带着野蛮生长的底色。而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迎来了两件大事：伊利运河的开通和铁路的兴起。这两件事就像催化剂一样，把华尔街推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也让他第一次尝到了牛市的甜头和熊市的苦痛，走完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牛熊轮回。咱们先来说说伊利运河。在19世纪初，美国东部和西部之间隔着阿巴拉契亚山脉，交通极其不便。西部的粮食、木材要运到东部，要么靠马车走崎岖的山路，要么靠水路到很远很远的路，成本高得吓人。当时从俄亥俄州运一吨粮食到纽约，成本粮食本身的价值还要高。这种地理上的隔绝，让美国东西部的经济几乎是两张皮，西部发展不起来，东部也没法扩大市场。1817年，纽约州州长德维特·克林顿力排众议，下定决心要修一条运河，从伊利湖通到哈德逊河，全长584公里，这就是后来的伊利运河。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疯子的想法，甚至有人讽刺说克林顿的沟永远挖不通。但到了1825年运河开通那天，一艘装满西部粮食的船从布法罗出发，沿着运河顺流而下，只用了8天就到了纽约。要知道，这运输成本直接从120美元一吨降到了6美元一吨。伊利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美国的经济格局，纽约一下子成了美国经济的心脏。西部的物产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纽约，再从纽约销往全国，而东部的工业产品也能廉价地运到西部，带动了西部的开发。对华尔街来说，运河要修需要巨额的资金，纽约州政府只能靠发行运河债券来融资。这些债券很快就成了华尔街最抢手的香饽饽。当时的投资者简直是疯狂抢购运河债券，不管是银行家、商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想来分一杯羹。之前冷冷清清的证券市场一下子热闹起来，甚至出现了专门炒运河股票的投机热场。这是华尔街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实体经济的需求能给资本市场注入这么大的活力。
伊利运河带来的繁荣，当华尔街从一个只服务国家债务的小市场变成了服务产业发展的大平台，也点燃了华尔街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牛市。随着铁路时代的到来，华尔街很快就陷入了更大的投机漩涡。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铁路建设热潮，铁路比运河更灵活，能通到更偏远的地方。改修铁路的成本比运河高得多，一条铁路动辄就需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靠单个企业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靠华尔街发行股票和债券来融资。一开始，铁路股票确实是优质资产，铁路通车后，货运客运收入稳定，投资者能拿到不错的分红，华尔街也跟着繁荣起来。但很快问题就来了，当时没有任何监管，铁路公司为了圈钱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有的公司虚报成本，打100万美元的工程报酬200万，然后多发行股票。有的公司甚至搞起了掺水股，明明只有100万的资本金，却发行200万的股票，凭空多出来的100万股票全都被董事们私分了。其中最离谱的就是伊利铁路。伊利铁路从纽约到芝加哥本来是条不错的线路，但却被一群投机者搞得乌烟瘴气。当时控制伊利铁路的是德鲁、古尔德和菲斯科，这3个人被外界称为华尔街上的流氓团伙。他们不仅发行掺水股，还贿赂法官，甚至雇人在股市上造谣操纵股价，就散布伊利铁路要和其他铁路合并的假消息，想做空股价就故意泄露铁路亏损的假数据。伊利铁路的股票在他们手里简直变成了纯粹的赌具，普通投资者被耍得团团转，很多人血本无归。就在铁路投机疯狂的时候，一项发明改变了华尔街的格局。1844年，萨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电报。在此之前，华尔街的补价信息传递靠马车，或纽约传到费城要1天，传到波士顿要2天。而电报出现后，纽约的补价几分钟就能传遍全国。这一下，地方市场彻底被边缘化了。以前，费城、波士顿还有自己的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会在当地交易。但电报让大家发现纽约的市场最活跃，信息最快，所有资金都开始往纽约集中。但信息快了，投机也变得更疯狂了。以前操纵股价还能靠信息差慢慢来，现在有了电报，谣言能瞬间传遍全国，物价能在几小时内暴涨暴跌。当时有个叫雅各布利特尔的经纪人，靠囤积股票逼空对手，成了华尔街第一个大雄心，也就是做空高手。他最经典的操作是炒作哈莱姆铁路股票，他先大量买入把股价拉高，然后等对手做空后，突然放出哈莱姆铁路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利好消息，股价一下子暴涨，对手只能高价平仓，贝克尔赚得盆满钵满。但后来他贪心不足，炒作另一只股票时失手，最终破产。这也成了华尔街投机者没有好下场的第一个例子。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慌给了疯狂的华尔街一记重拳。这一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带来的黄金流入开始减少，美国的货币供应量收紧，同时铁路建设过度，很多铁路公司根本赚不到钱。最开始是俄亥俄人寿保险和信托公司宣布破产，这家公司手里持有大量铁路债券，它的破产引发了连锁反应，银行开始挤兑，投资者疯狂抛售股票，纽约股市暴跌，一半以上的经纪商倒闭，这就是历史上的1857年恐慌。这场恐慌是华尔街第一次经历全球金融风暴。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和欧洲有了紧密联系，恐慌也波及了欧洲，它也让华尔街第一次真正明白，没有监管的市场最终会自我毁灭。但更重要的是，这场恐慌也让华尔街意识到，
还已经和美国经济紧紧绑在一起了。铁路运河这些产业的兴衰直接影响着华尔街的生死，而华尔街的动荡也会反过来拖累整个美国经济。1857年的恐慌过后，华尔街虽然暂时平静了，但投机基因并没有消失。而接下来，随着南北战争的爆发，华尔街将迎来更大的机遇。它不再只是一个投机场所，而是要变成国家的融资平台，在战争中完成自己的成员礼。咱们下一部分就来讲讲南北战争怎么让华尔街壮大，以及范德比尔特、古尔德这些巨头怎么在铁路控制权的争夺中把华尔街的博弈推上新的高潮。1857年的恐慌让华尔街暂时冷静了下来，但还没等它完全调整好。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磨难，但对华尔街来说却是一场成人礼。它从之前混乱的投机场所一跃成为了支撑国家运转的融资平台，而战后那些金融巨头之间激烈的博弈又反过来倒逼资本市场规则的重要性。咱们先来看看南北战争是如何彻底重塑华尔街的。战争一开始，北方联邦政府就面临一个天大的问题，没钱打仗，可联邦政府的国库却空空如也。当时的财政部长蔡斯一开始想靠向银行借钱，但银行能提供的资金有限，而且利息高得吓人。就在这时，一个叫杰库克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融资方案，全民认购战争债券。库克没有只盯着银行家和大资本家，而是把债券拆分成小面额，比如$50一张，然后他派了几千个代理人去全国各地，走进小镇的商店、农村的农场，跟普通老百姓讲，既是支持国家打赢战争，也是给自己辛苦钱找个安全的去处，到期还能拿利息。这种接地气的方式一下子就打开了市场，普通民众纷纷掏钱买债券，甚至很多工人都会每个月从工资里扣一部分钱来认购。短短几年时间，库克就帮联邦政府筹集了17亿美元的战争资金，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而华尔街呢，就是这些债券的交易中心。民众买了债券后想变现可以去华尔街买，想再投资也能去华尔街买。华尔街的债券交易量暴涨，经纪商的数量从几十家增加到上百家，连带着银行、保险公司也都在华尔街周边聚集，这里成了美国真正的金融心脏。反观南方邦联就完全是另一条路了，他们没能力发行大规模债券，只能靠拼命印钞票来维持战争开支。结果呢，短短几年，南方的通货膨胀率飙升到 9000%， 一张$100的南方纸币，最后连一片面包都买不到，南方经济彻底崩溃。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个稳定健康的资本市场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有多么重要。战争结束后，华尔街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华尔街，而是仅次于伦敦的全球第2大资本市场。但权力越大，混乱也越严重，尤其是铁路行业。当时美国有几万英里的铁路，但线路混乱，管理无序，很多铁路公司为了争夺客源，互相压价，甚至破坏对方的铁轨。这种混乱让一个巨头看到了机会，他就是船长范德比尔特。范德比尔特年轻时靠航运发家，70岁那年，他觉得铁路才是未来，于是带着全部身家进军铁路行业，整合混乱的铁路网络，把分散的小铁路公司合并成大公司，提高效率。当时纽约中央铁路是最核心的线路，但被一群小股东控制，没人愿意整合。范德比尔特就用华尔街那种经典的逼空手法，大量买入纽约中央铁路的股票，直到持股超过 50%， 硬生生地把这条铁路的控制权抢了过来。但整合之路并不顺利，德鲁古艾德菲斯科这伙老投机者盯上了他。
当时伊利铁路和纽约中央铁路是竞争对手，德翁他们控制着伊利铁路，不断用掺水股贿赂法官等手段对抗范德比尔特的整合计划。范德比尔特想买伊利铁路的股票，通鲁他们就偷偷印更多股票，这出现了武装护送股票的闹剧。古尔德怕范德比尔特抢股票，雇了一群流氓把股票运到新泽西州，没后双方闹到了国会，谁也没占到便宜。但这场闹剧让所有人都看清了，没有规则的资本市场，它就是的大赌场，再厉害的巨头也能被耍得团团转，普通投资者更是任人宰割。而真正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好好管管华尔街的，是1869年的黄金操纵案。这次的主角还是古尔德，他想做一件更大胆的事。当时美国实行金本位，黄金价格由政府调控，但古尔德觉得有机可乘。他先是贿赂了总统格兰特的内地，让他给格兰特吹耳边风，说政府别干预黄金市场。然后他联合一群投机者偷偷囤积黄金，把黄金价格从每盎司130美元炒到了160美元。一时间整个美国都乱了套，农民卖粮食拿不到足额的黄金，商人做外贸亏得血本无归。银行挤兑潮再次出现，格兰特总统这才意识到被骗，紧急下令政府抛售400万美元的黄金，价格一下子暴跌。古尔德虽然靠提前跑路没亏多少，但无数投资者倾家荡产，美国经济也差点崩溃。这次黄金操纵案给美国上了金融监管的第一课，资本市场不能没有刹车，必须有一个权威机构来稳定市场，防止投机者为所欲为。而这个需求后来就催生出了美联储。这场危机也让华尔街的巨头们开始反思，光靠欺诈和操纵赚钱，虽然短期能获利，但会毁掉整个市场的信誉，最终大家谁都没饭吃。到了1901年，华尔街已经不再是那个野蛮生长的少年了，他有了支撑国家经济的实力，但真正让他走向成熟，还需要一次更大的考验。1907年的恐慌以及摩根单枪匹马救市的传奇，咱们下一部分就来讲讲摩根如何用个人信誉稳住华尔街，又如何推动美联储的诞生，让华尔街真正迈入成熟时代。经过南北战争后的权力积累，华尔街在20世纪初迎来了一次关键的升级。它不再只是简单的融资平台或投机场所，而是开始用资本的力量整合产业，推动美国从工业分散走向产业集中。但这种快速发展中依然藏着巨大的风险。1907年的恐慌再次给华尔街敲响警钟，也最终催生了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器——美联储。咱们先从1901年那场震惊全美的钢铁并购案说起。当时美国的钢铁行业一片混乱，大大小小的钢厂有上百家，彼此恶性竞争。这卡耐基钢铁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老板丹德鲁·卡耐基靠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卡耐基年纪大了，想把公司卖掉。这个消息传到了摩根的耳朵里。摩根当时已经是华尔街的无冕之王了，他掌控着美国最大的银行，之前也整合过铁路、便利等行业。他意识到整合钢铁行业不仅能赚钱，都能让美国钢铁也在全球立足。于是他找到卡耐基，开出了一个天价 4.8 亿美元，这相当于现在的150多亿美元，买下了卡耐基钢铁公司。紧接着摩根又把全美78家中小型钢厂、铁矿、煤矿整合进来，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这家公司一成立，资本金就达到了14亿美元，是当年美国联邦政府预算的2倍多，控制了美国钢铁产量的 65%，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托拉斯，也就是另一种垄断组织。而华尔街在这次整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摩根通过自己的银行网络，
协调资金、发行股票、制定并购方案，把分散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牢牢绑在一起。这次并购案标志着华尔街的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为单个企业融资升级为优化整个产业的资源配置，通过资本的力量淘汰落后产能，集中技术和资金，让美国工业实力大幅提升。从这以后，华尔街真正成了美国经济的发动机，而不再只是华尔街自己的游戏场。但繁荣的背后，危机也在悄悄酝酿。1907年，一场由投机引发的恐慌差点让整个华尔街崩溃。这次恐慌的导火索是一群投机者对联合同业公司的恶意炒作。当时几个投机者想通过逼空的方式拉高联合同业的股价，但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低估了市场的风险。其他投资者探穿了他们的意图，纷纷抛售股票，联合同业的股价一泻千里，投机者瞬间破产。更可怕的是，这场股价暴跌引发了银行挤兑。当时很多银行都给这些投机者贷了款，投机者破产后，银行收不回贷款，纷纷跑到银行取钱。银行手里没有那么多现金，只能被迫关门。短短几天，纽约有10几家银行倒闭，连带着经纪商也大批破产，股市暴跌，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就在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摩根站了出来。他当时已经70多岁，身体也不好，但还是把纽约所有的银行家、企业家召集到自己的图书馆里，关起门拿出钱来成立应急基金。之后又亲自去找企业家，说服他们收购陷入困境的公司，稳定市场信心。有个细节特别经典，当时纽约证交所眼看就要停市，摩根把所有经纪商的老板叫到面前，拍着桌子说，否则整个交易所都会垮掉，你们谁也活不了。最后经纪商们被迫同意拿出8700万美元，股市才慢慢稳住。这场单枪匹马的救市，让摩根成了华尔街的救世主，也让所有人看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每次危机都只能靠个人英雄来拯救，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1907年恐慌过后，美国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尝试过2次建立中央银行，但都因为政治分歧和地方利益的反对而失败。这次恐慌让所有人都意识到，没有中央银行就像没有刹车的汽车，随时可能失控。经过几年的讨论和博弈，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正式成立。它由12家必须联邦储备银行组成，既受政府监管，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主要职责是稳定货币供应量，调控利率，在危机时充当最后贷款人。简单来说，就是当银行出现挤兑时，美联储可以给银行提供贷款，防止银行大规模倒闭。当市场过热时，美联储可以提高利率，抑制投机。美联储的诞生是华尔街成熟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华尔街从此有了稳定器，不再是完全靠市场自发调节的野蛮之地，也意味着美国金融体系从分散混乱走向集中有序，为后来华尔街成为气候也逐渐退出了舞台。他去世时财产只有6000万美元，远不如洛克菲勒、卡耐基这些工业巨头，但他留给华尔街的不是财富，而是信誉。他一生都强调品德比金钱重要。在他的影响下，华尔街的风气慢慢改变，从之前的唯利是图开始，重视诚信和责任。不过，华尔街的故事还远没结束。随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巨变，华尔街迎来了更大的机遇。它将超越伦敦，成为真正的世界金融中心，但也将面临更复杂的全球挑战。咱们下一部分就来讲2次世界大战，
如何成就华尔街的全球霸权，以及大萧条和后来的危机，又如何让华尔街在盛与衰中不断前行，让华尔街有了稳定器。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把华尔街推上了全球金融中心的宝座。从大萧条的重创到二战后的繁荣，再到一次次金融创新引发的危机，华尔街在盛与衰的循环中不断巩固着自己的全球霸权，也暴露着金融帝国深层的矛盾。咱们先来看看一战是如何成就华尔街的逆袭的。伦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英镑是世界货币，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际贸易和融资都要经过伦敦。但战争一开始，欧洲各国都忙着打仗，英国法不仅暂停了海外投资，还得大量购买美国的军火、粮食和工业产品，买这些东西可都需要美元。但欧洲国家手里的美元有限，只能靠在华尔街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短短几年，华尔街就成了欧洲的提款机。英国发行了几十亿美元的战争债券，法国、俄国也紧随其后。美国从之前的债务国欠欧洲国家钱，一下子变成了债权国，欧洲国家开始欠美国钱。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远超伦敦，美元也开始逐渐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更关键的是，战争期间，大量欧洲的银行家、企业家为了躲避战火，带着资金和技术跑到美国，其中很多人选择在华尔街落脚。这些人才和资本的涌入，让华尔街的金融实力大幅提升。到一战结束时，伦敦已经无法再和华尔街抗衡，华尔街正式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这是华尔街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迎来了著名的颗粒之繁荣，老百姓手里有了闲钱，开始疯狂涌入股市。当时的股市没有任何监管，经济上可以给投资者提供高杠杆，比如投资者只要拿100美元就能借900美元去买股票。这意味着股价只要跌 10%， 投资者就会血本无归。所有人都沉浸在一夜暴富的幻想里，连出租车司机、家庭主妇都在炒股，股价被炒到远超实际价值的地步。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来了，投资者突然开始恐慌性抛售股票。纽约证交所一天之内成交了1290万股。到了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价再次暴跌，一天之内蒸发的市值相当于当时美国3年的财政收入。美国经济陷入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银行大量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到 25%，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这场大萧条不仅重创了美国，还波及了全球，英国、德国等国家的经济也跟着崩溃。大萧条的教训是惨痛的，但也推动了华尔街的强监管时代。1933年，美国出台证券法，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向投资者披露真实的财务信息，禁止欺诈和操纵市场。1934年，证券交易法出台，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专门监管股市和经纪商。这些法规就像紧箍咒，把华尔街的投机天性暂时管住，让资本市场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二战的爆发再次给华尔街注入了活力。美国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靠卖军火和物资发了大财，华尔街则帮美国政府发行战争债券，筹集了巨额军费。战后，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重建，而华尔街就是马歇尔计划的资金运作中心。美国政府通过华尔街发行债券，把资金借给欧洲国家，再用这些钱买美国的产品，形成了一个美国出钱，欧洲买货，华尔街运作的循环。同时，
二战后科技的发展也让华尔街有了新的增长点。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如IBM、微软、英特尔开始崛起，这些公司需要大量资金来研发和扩张。华尔街通过 IPO 首次公开募股，帮他们筹集资金，同时也让投资者分享到科技发展的红利。比如1986年，微软在华尔街上市，股价从21美元涨到最高300多美元，无数投资者靠微软股票实现了财富增长。但金融创新永远伴随着风险。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开始搞垃圾债券，也就是信用评级低、风险高的债券进行恶意收购。很多公司被收购后被迫裁员、拆分，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来临，纽约股市一天暴跌 22.6%， 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原因就是当时的程序化交易，电脑自动下单，放大了恐慌情绪。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更是把华尔街的风险暴露得淋漓尽致。当时华尔街的银行把刺激房贷，也就是给信用差、收入低的人发放的房贷打包成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再卖给全球的投资者。一开始房价上涨，大家都赚钱，但2006年房价开始下跌，借款人还不起房贷，这些证券变成了废纸。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等百年老店接连破产，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次贷危机后，美国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但从1653年到2011年，华尔街的历史已经证明，危机永远会伴随着繁荣而来，因为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不会消失，金融创新也不会停止。关键在于它如何在创新和监管之间找到平衡。但华尔街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不会引发系统性风险。从一战后的全球崛起，到大萧条的重创，再到二战后的繁荣和一次次危机，华尔街用近100年的时间巩固了自己的全球金融帝国地位。但这个帝国并非无懈可击，它的盛与衰始终和全球经济紧密相连。接下来咱们就来总结一下，读懂伟大的博弈到底能让我们看清金融的哪些本质，以及这些本质对当下的我们有什么启示。翻完伟大的博弈最后一页，再回头看华尔街从一道幕墙边的小街变成搅动全球的金融帝国，其实从来都没想教你怎么炒股赚钱。它真正讲扣的是关于金融的3个底层本质。这些道理不管是17世纪荷兰人炒贝壳串珠，还是21世纪我们做金融投资，从来就没变过。首先，我们要明白，金融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是天生就带着正义的光环，它只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就像一把刀，它能切菜做饭解决温饱，用不好它就可能伤人，甚至带来灾难。华尔街早期靠着投机起家，荷兰人囤贝壳串珠，古尔德操纵黄金，这些无疑是金融恶的一面。可后来他帮美国修运河建铁路，帮那些伟大的科技公司融资，推动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强国，这又是金融善的一面。所以关键不在于金融本身，该在于那些使用金融的规则。当金融紧紧锚定实体经济的需求时，它就是推动经济前进的强大引擎。可一旦金融脱离了实体，变成了纯粹的赌局，它就会酿成巨大的危机。其次，金融博弈的核心永远是人性和规则的平衡。这本书里反复上演的那些剧情，本质上不是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在资本市场里被无限放大的结果。所有人都觉得股价会一直涨，抱着侥幸心理跟风入场，熊市的时候又都怕血本无归。这种人性的弱点从1653年到2011年从来没有消失过，就像一道道的护栏，它能拦住人性的极端，避免大家冲向深渊。
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有了莱西西证券交易委员会。2008年次贷危机后，又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每一次规则的完善，都是在给金融这匹野马套上缰绳，让它能走得更稳，跑得更远。最后，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能帮我们建立一种理性的金融观。我们不必去羡慕华尔街那些所谓的投机神话，因为那些靠操纵市场赚钱的人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我们也不用害怕金融的复杂，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很简单，资本最终是要服务于真正的需求，而风险和收益永远是成正比的。现在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在快速发展，我们既需要学习华尔街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和经验，也必须警惕它投机过度带来的惨痛教训，找到一条真正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节奏。说到底，伟大的博弈讲的不仅仅是华尔街的故事，更是资本如何与人类社会共生共存的故事。读懂它，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神的金融高手，而是为了在未来面对金钱，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多一份清醒，少一份盲从。这才是这本书留给我们最宝贵的东西。